谁是老板啊？你们是来玩的吧？今儿桌都满了，下回再来吧。警官同志啊，我们这就是小区的棋牌活动中心，街坊邻居的茶余饭后来玩一玩，消遣消遣，绝对没有违法乱纪的事儿。你们这儿涉嫌非法聚赌啊，把他带走。哎，聚赌啊，这就自娱自乐一下呀。小叶，你师傅走了？睡着了。睡着了。姐。一会儿你回家吗？我开车顺路。我那个还有一个结果在等，所以你先回去吧。行。那我。谢谢。我刚才进来给你送点，然后看你睡觉，我就给你带了一下。把奶给我端过来。啊，
酸的。是酸奶。哎，齐正美，稍我一下，去和同学吃饭，你去吗？不去了，我明天一早。行吧。刚看你一直在看手机啊，等消息。别管。说多少次了，喜欢就去追，大胆说出来，别自己硬扛。嗯？都跟你说话呢，叹什么气啊？什么表情啊？你吃错药了吧？一天天的，你烧不烧我到底啊？说说情况吧。我们调取了监控，根据这个电梯的监控显示，山仔和耗子在报案者报案前的1小时，出现在了死者家门口，然后跟这个时间呢，报案者的时间基本上一致，情况也基本属实。我往前查了1个月的监控，发现这2个人昨天上午的确是第一次来到案发现场。尸检结果确认死亡时间是在前一晚的8点。如果这俩人确实是第一次来到死者家中，那他们不具备作案时间。我把这个小区所有的监控都查看了，可以确定。那这2个人的嫌疑可以排除了。那15万块钱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已经核实了。我们按照耗子提供的线索，找到了那家开设赌局的棋牌室老板赵黑子，确实是在案发当天下午6点左右，拿着赢来的15万离开的。他离开棋牌室后，其他人都继续在玩，没人离开，有监控可以查证。所以接下来的线索就是这15万。那赵黑子离开时，那15万是怎么带走的？装在一个黑色塑料袋里，他走的时候在手里拎着。那棋牌室的位置在哪儿啊？在隧道口的一家民房里，距离死者家很近。死者6点离开棋牌室，到家时间是8点，这2小时他去哪儿了？我还从这个监控里发现啊，这个女人，在这1个月里头多次来赵黑子家。上个月28号，她还在赵黑子家里过了夜，第2天早上他们一起出来吃的早餐。所以死者离开棋牌室之后，很有可能去找了他。大家注意了，不要往前靠。这种恐怖的事情，大家相信我的警察同志。早黑子家出事了，他家不是就在2楼吗？哎呀，是呀，哎呀，感觉小区的人完全了，好吓人哦！怎么能发生这种事儿？从现场的脚印痕迹来看啊，花纹清晰明显，是一双41码的球鞋，鞋底很新，应该是刚买不久。我在现场呢，只提取到了1种生物检材，就是死者的血迹。不过通过这个血迹分布，基本上可以推测出嫌疑人整个的作案经过。在赵黑子家，就是死者家中电源总开关处，也提取到了1处血迹，血量很大。推测嫌疑人应该是在杀死死者后触碰过死者家中的电源总开关。这么说来，凶手在行凶前把死者家的电源给关了。那在这么黑的环境下，那个人是怎么完成快速的杀人行动的呢？眼睛在黑暗的环境里待久了，就能逐渐看清周围，这是眼睛对光线的适应能力。对，这个我查了相关资料，跟大家解释一下。就是人的视网膜呢有圆锥细胞和杆状细胞，圆锥细胞呢只能感受强光的刺激，但在夜晚呢，我们主要依靠杆状细胞看东西，因为杆状细胞中含有感受弱光的物质，就是视紫红质。从强光下突然进入暗处，
圆锥细胞呢就会失去作用，杆状细胞需要重新合成拭子红质。这个合成的过程就是暗适应的过程，通常需要几分钟的时间。嫌疑人就是利用了这一点，在赵黑子进入黑暗的房间后，眼睛进入黑暗的环境，造成短暂的失明状态，此时手起刀落，完成杀人。这凶犯是有备而来啊！是的。再看这张图。从现场提取到的痕迹来看，现场所有的手套印上都有线条状的擦挖痕迹。我推断嫌疑人戴的手套应该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材质制作而成的。根据对线条痕迹的测量结果，基本上可以判断是一种防割手套。而且我仔细观察过现场的血迹分布，说明死者当晚进门时呢，手中应该没有拿那个15万。如果死者手中拿了那15万，嫌疑人在杀人的过程中肯定会有大量的血迹沾到那个塑料袋上。杀人完成之后呢，假如嫌疑人拿走这15万，地上的血迹一定会出现露白的现象。监控显示赵黑子晚上回家的时候确实是两手空空。子午，说说你那边情况。我在卫生间地板上的那条红毛巾上，一共提取了3种物质，一种是死者的血迹，一种是普通的砂石和泥土颗粒，另外一种化学成分就比较复杂了，它含有虫胶、醇苯、乙醇，还有橡胶等一系列化学成分。这些化学成分一般都是组成皮革光油的，而皮革光油一般是用来给皮衣上色或者是增加亮度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嫌疑人在杀完人之后，用卫生间的毛巾擦拭，然后在毛巾上留下这3种物质？是的。皮衣是黑色皮衣，因为在毛巾上提取了明显的苯胺黑成分，它是一种黑色的染料，也就是说，应该是黑色的皮革光油。这么看来，凶手做了充足的准备。他在行凶的过程中，害怕死者反抗伤到自己，所以选择防割手套。这是他为杀人做的准备。皮衣渗透性差，血溅到身上之后，用毛巾很容易擦拭掉。这是他为逃跑做的准备。这小叶啊，分析的有道理。凶手的原始动机就是杀人。这么看来，凶手和死者之间一定有仇，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。还有一个信息补充啊，房门有被撬动的痕迹，锁芯没有被动过的痕迹，所以它应该是软禁门，就是非暴力入室。现在我们已知嫌疑人是提前进入室内进行伏击，那么我能想到的合理的进门的方式就只有是通过钥匙，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信息去想一下，谁还有死者家中的钥匙。拿牌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玉营小区死了个男的，说是被人在家给砍死了。真的假的？青天白日的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？当然是真的，我嫂子就在那个小区里住啊。听他们说啊，那天他们小区来了好多警察，被你说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听说那个男的在外面欠了好多钱，老婆孩子都在上海。听到这消息啊，都没人愿意回来。回来干嘛？死都死了嘛，谁知道回来会不会被那些讨债的堵，是吧？对，听说过这个事儿，我在手机里看到了视频呢，也不知道凶手抓到没。哎，白雪，想什么呢？到你了。被你们嚷嚷的脑袋疼。哎，你这几天都跑哪儿潇洒去了？都好几天没见到你了。这几天头疼的厉害，整个人都不舒服，在家躺了2天。前几天在附近看到你和一男的在说话，手里还拿着东西。那人谁啊？穿得邋里邋遢的，老家亲戚啊？八卦到我头上来了，就你眼神好，外面认识的，打个招呼而已。哦，外面认识的呢？不会是什么老情人吧？去你的！照你这么说，这街上跟我说话的男的都是我老情人啊？谁啊？事情应对的，有些问题想问你。
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警察，麻烦收拾一下，是来抓他的。热闹看够了，都散了吧。走，快走。再等我一下。白雪啊，赵黑的死这事儿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去他家找他的时候，看到被你们封了，这几天都在传死人了，不想知道也知道了。那你跟赵黑子什么关系啊？都被你们叫到这儿了，还能是什么关系啊？情人。你除了跟他，跟别人有没有一些感情方面的纠葛呀？我是靠男人活着的，也不是别人口中的好女人。那些男人怕我缠着他们买这买那的，躲我都来不及。谁会为我杀人啊？真是可笑。那赵黑子家的家庭情况清楚吗？听他说过一些。这个年纪了，女儿远嫁，老婆跟着女儿去了，他一个人生活。每天除了赌几把，就是找女人消遣。不过他对我还不错，至少挺大方的，也不会想着从我这儿捞什么好处。那赵黑子死的当晚，有没有去找你啊？找过。喂，我已经到楼下了。这么多，你不还，他们会不会找你麻烦啊？能多拖一阵儿是一阵儿，唉，等到他们拿我没办法了，要的时候也会少点儿。哎，对了啊，这钱先放你这儿啊，过一阵子咱们再花。那你先下楼买点下酒菜，我们一会儿喝点儿。嘿，好啊。待会儿咱俩得好好喝点啊！我这就买菜去。哎，那个15万块钱还在你这儿吗？今天来的时候一起带来了。行，谢谢你的配合啊。他死的痛苦吗？知道了。为什么这么问啊？我说了，他对我还不错，我希望他能少遭些罪。师傅，白雪刚刚去了殡葬店，买了东西。
冷队，哎，进来。这是您要白雪的资料，您还在怀疑她吗？没吃呢？吃了。别，这多不好意思。别废话了，赶紧吃吧。谢冷队。冷队，我把这个给你。子茹姐，来一个。放这儿吧。冷队，子茹姐怎么了？她生气了？还有事吗？我突然想起我点事，我先走了。有什么发现吗？哎呦，没什么发现。这不说线索中断了吗？我就来看看。但你看这个血迹分布，确实没有露白的现象。但如果凶手不是为了钱又刀刀致命的话，那就只有仇杀的可能了。这个白雪现在不也没什么问题吗？哦，门锁我看过了，确实只有被耗子撬过的痕迹。这斧子不对，跟屋里铁法不一样，被人动过了。确实哈，看这个胶带上的浮灰，应该是刚被动过不久。这就说得通了，嫌疑人应该是从这里开的锁。刘洋，跟赵黑子的女儿确认一下，23年他们有没有回来给赵黑子过生日？拍全家福了吗？还有生日当天都有谁？尽快。这种工具的长度啊，都是根据这个门锁的位置来确定的大小。一般他们为了携带方便，基本上都是组装的，用几根铁棍，用螺丝拧到一起就能用了，很简单。师傅，磊叔让我们过去看一下监控。我根据小龙的分析，还有子吴提供的衣着的情况，找到了这个嫌疑人。这个是小区东门摄像头拍到的画面。这个嫌疑人进来的时候，你看两手空空，什么都没拿。然后再看这边，这是他出小区时候的画面。同样是两手空空，什么都没拿。根据小龙的分析，他作案的时候应该用了什么猫眼钳、组合开锁工具。小龙，你说这怎么解释啊？要不然他就是有帮手，要不然就是……师傅，磊叔，电梯的监控呢？没有，
他作案的时候应该没有坐电梯，走的是楼梯。对，这个我确认过了。我在楼梯间发现了他上下楼梯的脚印。老焦，你这样啊，把2段视频嫌疑人的照片拷下来，按这个同比例缩放啊。好，你们看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嫌疑人进小区的时候腹部有些凸起，但离开小区之后腹部又变平坦了，所以他应该是把作案工具塞进衣服里，带到作案现场，杀完人之后，又把工具扔在小区了。赶紧联系这个小区物业，把当天所有倒垃圾的所有工作人员再排查一遍，啊，确认这作案工具的去向。回去吧。是。师傅，我觉得还有一个人，他应该知道些什么。今天我还约了朋友打麻将，不知道叶警官今天来是想问什么？去年7月，赵黑子生日那天，你也在吗？我在。去年他和家里人闹得不愉快，老婆女儿都没回来，是我陪他过的生日。你们拍照了吗？拍了。那张照片不是还在大家柜子里摆着吗？那张照片不见了。谁知道啊？可能是被他收起来了吧？为什么问这个？那张照片很有可能是被杀了赵黑子的人拿走。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，或者想到谁？小叶警官，我可以这么叫你吧？你是想说，杀赵黑子的人是冲我来的？这个我已经说过了。像我这样的女人，以前的男人躲都躲不进，谁会上赶着为我杀人？你也是男人，为了一个女人，你会这么做吗？我不会，不代表别人不会。真相还是谎言。等抓到凶手之后，就都清楚了。我已经和白雪核实过了，去年赵黑子生日，本来和她有张合影，和那几张全家福摆在一起，但在案发之后，那张合影不见了。你是认为白雪隐瞒了些什么，是吗？白雪一直在强调和她的过往无关，但单凭凶手拿走合影来看，我认为凶手不仅和白雪认识，而且还有瓜葛。刘洋，再查一下白雪，看一看有什么之前被咱们忽略的疑点。好。
哎，对，哎，走。找到了，我在开锁工具螺纹接口上检出了 DNA 样本，是一名男性，有前科。我现在就把资料给你们送过去。好。喂，是陆军先生吗？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一会儿就过来。好。我调查了一下，陆军，男，1984年8月12日出生，2002年曾因故意伤害他人被判刑，2019年出狱，前年1月份又因吸食毒品被强制戒毒，今年1月份刚释放。这才2个月又杀人。你们调查死者的关系网时，有没有这个人？没有提到过。叶谦啊，先找到这个人再说。明白。您好，警察，陆军在哪个房间？稍等，303。他现在吗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房卡给我。好。警察！警察！没人，开灯。董队，我刚联系了中校殡葬服的李国华，他说1年前陆军曾委托他弟买了一块墓地，前几天呢还特意打电话咨询了墓地的管理费情况，约好今天就去补交管理费。他把地址已经发给我了。出发，走。检查装备。梦洁，很快我就能来陪你了。还有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终于可以一家3口团聚了。以后啊，再也没有人能欺负你了。
既然我们能找到你，就希望你好好的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我的情况，你们应该也都了解。我以前杀过人，要不是因为主动自首的话，估计今天都不能坐在这儿。说这些没有别的意思，我会配合。赵黑子是你杀的吗？是啊，杀了他，我的心愿就了了。什么心愿？他害死了我的老婆。你老婆是谁？王梦清。其实很多话憋在我心里边很久了，说出来，我也好尽快上路。2000年的时候，我16岁，家里边条件不好，养不了那么多孩子，所以我很早就出来打拼了。刚出来的时候，身上也没什么钱，所以我就想尽快找个工作，先养活自己。我就去了一家酒吧当服务员，虽然工资很低，但就在那儿，我遇见了梦清。我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梦清在陪2个客人喝酒，他喝多了去上厕所，我就在旁边偷听到那2个人说，等梦清出来要带他出去开房，其中一个男的边说还往梦清的杯子里边下药，我看不过去。等梦清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把他带走了。那晚作为报答，梦清请了我吃烧烤，他也跟我说了很多。其实我能感觉出来，他心里边也压抑了太多的事情。他的家庭条件也不好，为了照顾爷爷奶奶，14岁也出来打工了，所以我们算是同病相怜吧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就喝了1晚上的酒。那晚之后，我们就走到一起了。梦清为了照顾我的感受，就辞掉了在酒吧的工作，去了一家饭店当服务员。一开始都挺正常的。可就在我们相处3个月之后，我发现了他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梦清吸毒。吸什么毒？海洛因。他是被一个客人给拉下水的。他以为我知道后会离开他，可是我跟他说，无论他怎么样，我最爱的人都是他。梦清，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，你都是我最爱的人。可能因为这句话吧，所以他下定决心要戒掉毒瘾。那是我们最难熬的半年。我每天打2份工，就是希望能早一天实现我们开店的愿望。后来我们攒了些钱，加上东拼西凑，我记得是在2001年6月1号儿童节那天，我们租了一个门脸，开了一家饭店，以为可以开始正常的生活了。可是没想到，招牌还没挂几天呢，就有人来找我们的麻烦。他们跟我说，如果想在这儿开店，食材必须从他们那儿购买，而且是每天定量购买。定量购买？对，就是不管你生意好还是不好，每天必须从他们那儿购买200块钱的食材。可他们给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啊？烂菜叶子、臭猪肉，我看了之后根本没法用，所以当场就回绝了。报警了吗？报警？还没等我报警呢，他们的领头一个叫猴子的人就来警告我，说这个地方是他的地盘，如果想在这儿做生意，就得听他的规矩，否则就走人。我当时18岁，年轻气盛，
所以就跟他在店里边打起来了，我就一刀砍在了猴子的头上。因为这件事情，我被派出所拘留了15天。就在我被拘留的时候，他们就找到孟晴，和孟晴说让孟晴给我准备好棺材，等我出来的时候就要弄死我。汗水替代泪水的重量，用伤口遮住枪口的声响，没有天生不屈的倔强，只因总有人赶在前方挡下风浪。当每一次不平凡变得习以为常，只为将肩上徽章擦亮，就像黑夜中暗涌的光，汇聚成你的模样。抬头望，多么的荣光，像希望伸出了臂膀，披着光，只是也有望，穿越过命运的战场。